大家好。大家应该能看得出来，我现在在纽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宣布，就是我未来的1年都会待在纽约，开始我的崭新的人生。可能就是油管大家不太了解我，我其实是在小红书上面其实是个菜谱博主。大家平时在留言区里面都会问我说，为什么我好像对于很多料理的调味啊，或者是各方面都非常了解。原因就是因为我其实是一个虽然看不太出来，但我其实是对一个下厨和料理非常有很有热情的一个人。所以在未来的这1年，我突然决定说要来纽约学厨，去厨艺学校。其实这个想法我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就有了，但是当时各方面因素导致我没有能下定这个决心。毕竟我觉得对于大多数普通家庭的人来说，去读厨艺学校这件事情是需要勇气的一件事，也不太能被大众所接受吧。其实我跟大多数东亚小孩的人生轨迹都差不太多，基本上一辈子都是被家长决定着要做什么。比如说我当时高考的时候想要学地理，因为我地理学的还不错，但是因为我爸妈都是同济大学物理系的，所以他们说我一定要学理科，让我去学了物理。大学本科的时候呢，我其实想读心理学的，但是我爸妈说，我爸的意思就是说，心理学，你要学心理学不如学哲学。虽然我没有明白他这个逻辑是什么，但是 whatever， 最后我去学了数学。一方面数学是理科，另外一方面，作为当时我还没有决定好我想要读什么的情况下，数学可能是一个比较适合转专业的一个选择。然后就像我刚才说的，学本科毕业之后，我其实很想去读厨艺学校嘛。但是一方面，我当时在当时那个年纪，其实我也不是很确定这个决定是不是适合我，或者说我会不会后悔。然后反正后来我听了我爸妈的研究生去读了信息系统。当然我说这么多其实不是想怪我的父母，因为他们也是第一次做爸妈嘛，他们也是从他们的角度为我做了一个对他们来说可能比较更好的选择。我决定去读厨艺学校这件事，是我为了我自己去做出对我负责任的这么一个决定。我其实一直都不太是一个知道怎么做选择的一个人，然后也不是很有勇气为自己想要的东西进行争取的这么一个性格。但是其实我研究生毕业之后，一直在小红书分享菜谱，做美食，然后包括自己的工作也跟美食有关，持续了这么多年以后，我真的觉得我还是非常非常热爱做饭这件事情。就算只是待在厨房，我都觉得非常非常快乐。至于说为什么选择来纽约，是去年的时候，我7月份到8月份一整个月我们都待在纽约。当时我觉得这可能是我人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纽约长居了。我们平时住在西雅图，所以其实纽约对我们来说还挺遥远的。所以我们决定在纽约旅居1个月，想说深度体验一下纽约，然后可能之后再也不会来了。但是没想到的是，我待了1个月之后，我还挺喜欢这个地方的。虽然它大家说它很臭、很脏、很乱，但是也很吵，但是这种感觉蛮奇怪的，因为这边人怎么说，口多样性非常大，然后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所以你在这么多不一样的人当中会显得很平常。你做什么事都不会觉得奇怪，因为根本没有人 care 你。所以我在这边不会怎么说呢，有一种异样的安心感。然后我之前年底的时候不停了一次我的冰淇淋 pop up 嘛，当时我在做准备的时候，其实一整天几乎长达一天里面20个小时，我都待在厨房里面做准备，累到我第2天早上整个小手臂都是睡觉的时候是被疼醒的那种程度。但是
我当时真的是觉得很快乐，我也不觉得累，就是我就真的很喜欢做饭，然后待在厨房，包括我现在说话的时候，我觉得就感觉很幸福。要说我会不会后悔说4年前没有做决定直接毕业了就去厨艺学校？其实我觉得倒不是，反而我想说，可能过了这4年，我在不断的积累和沉淀之后，我对于我做出这个决定，我想从这个决定获得什么，感觉更加清晰了，然后也能更加明确的知道我做出这个决定是真的很想要。对我来说，人生其实更重要的是体验吧。其实我没有很期望说我做这个决定我会期望这个经历会给我带来什么，而是说就是可能说我想真的走进专业领域去看一看究竟，然后顺便看看，因为这个项目它是带3个月在餐厅实习，然后我想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能够在后厨这么高强度的作业之下，我依然能够对于做菜这件事情保持热爱。虽然我知道其实做菜在家里料理和在餐厅料理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但是我内心是对这个旅途是非常期待的。我以前其实就是那种非常内耗型的人格，就大家其实看我拍视频能看出来，包括我现在其实也有一点，怎么说，胆子非常小，然后非常容易内耗，就是会非常在意别人怎么看自己。但我觉得可能就怎么说呢，上去之后我也不知道，可能是因为年龄上去，然后包括自己这些年经历来说，我会开始渐渐的怎么说，有点放开了的感觉。这个性格没有那么容易被改变嘛，因为我从小都是属于察言观色型的那种小孩，但是我感觉我自己有在慢慢变好，然后有的时候你会因为太在意别人的看法而牺牲掉一部分你作为你个人对于这个人生的体验。所以我觉得有什么想要去做的事情，就一定要趁着自己，就也不说趁着年轻吧，就是有什么想要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去做。而且其实跟年龄无关，你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年纪去做什么样的决定，我觉得都是正确的。我以前思考事情的方式都会很负面，会觉得我不配啊，或者说是我不够好。这个事情我如果没有把握能去做好，那我就选择不做。是我现在偶尔还是隐形会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我会在心里用更大声的声音给自己心理暗示，就是说我值得，然后别人都能做好，我觉得我也没有问题，或者说就是就算我做不好，那又能怎样呢？就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没有很多对错啊，为什么？就很多时候只是我不知道是这个社会还是怎么样给自己强加的一个枷锁罢了。当然了，我也不是说鼓励大家去做一些不切实际的决定，就包括我现在做这个决定，虽然大家可能觉得非常疯狂，但是对于我来说，我也是经过一些考量去做下了这么艰难的决定，不管是经济还是生活状态还是各方面因素。我是觉得人生只有在做自己真正喜欢和热爱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觉得自己整个人生是向上的。可能不管是生活还是说你的心理状态，当然了，就是痛苦大家都会有嘛。我其实希望大家不要太多告诉自己失败了，就是不要经常在生活中遇到挫折就觉得自己失败了。我觉得这个想法特别的不好。我觉得失败这个词太过沉重了，我觉得真正遇到的大多数挫折都不至于要用去失败去形容它，我更多愿意用经历去形容它，只不过它可能不太顺利而已。任何的经历都造就了现在或者是未来更好的你自己，只要你愿意，只要你内心是想要变好的。有些不太顺利的经历可能在以后的某个阶段会成为你的一种经验，谁知道呢？那现在亚洲家长对于小孩的教育就是比较难去找到自己热爱的事情，肯定不是所有人都能像我一样非常幸运的能够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就是不要放弃去寻找，或许在某个机遇之下，你就会找到它。